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游手好闲的频道。本频道是会分享一些关于《无尽对决末爆手游》这款游戏的一些视频。本代已久联动火影忍者皮肤的最后一个英雄终于出了，他就是连连，也是这期视频主要分享的英雄。我先来分享我比较喜欢的一套玩法的徽记给大家。我主要玩 CD 流的连连，所以我选择辅助徽记，可以增加技能冷却、移速，还有治疗强度。而第一个技能，因为我没有选择坦克徽记，所以我选择活力这个技能来增加一点坦度。第二个技能，我同样选择了增加坦度的坚韧之躯。最后一个技能，我选择了坦克的速触神技震荡冲击。战场技能，我选择瞬移来提高它的上限。技能方面就有大点大、主2副1。最近新赛季我都在玩这套 CD 流上分，游戏体验非常的好。待会我会先分享连连的技能，因为上一个视频就有分享过，所以我会在视频底下设置一个置顶留言来区分章节的时间线，方便大家可以选择要观看的内容。现在先让小帅来分享连连的英雄技能。首先，连连的一技能激浪劈石是一招原地释放的缓速范围伤害技能，而地上生成的水域是被动技能带来的。关于这个，我待会再做分享。一技能的冷却是4秒钟，是生命值越高伤害越高的技能，还有可以减速敌人41.5秒。二技能破浪冲袭是有3种释放形式的位移技能，直接击中英雄就是原地爆摔的控制技能。位移途中遇到阻挡，例如墙体、防御塔或者被动生成的水域，连连就会跳向空中，可以释放第2段附带击飞的位移。什么都没有碰到，就是一段普通的位移。这技能我们如果想要原地爆摔敌人，需要注意敌人脚下有没有水域。有水域的情况下，我们从外围位移进去就会跳向空中，无法使用原地爆摔。有水域的情况下，我们贴脸释放2技能就可以使出原地爆摔。而大招斜山越海就是可以把敌人抱回家的一种单体控制技能。大招途中可以使用摇杆控制方向，摔下时会造成范围性伤害。最后就是被动技能活力涌动，在连连释放技能后会在地上生存水域。如果在水域上释放技能，就会获得3段的强化普攻。第1段是拥有小位移的冲拳，第2段连打可以恢复自己或附近生命值最低的友军血量。第3段是打出范围伤害，并在地上生存一个水域。如果地上已经存在水域的情况，打出第3段强化普攻，再次生存水域，就可以再次获得强化普攻。分享给大大连连搭配瞬移技能的一种组合使用方法。起手2技能爆摔接瞬移再放大，敌人拉去后方，配合队友直接秒敌方后排的一种打法。刚刚小帅分享的这个连招的打法，比较适合在敌方靠近我方防御塔的时候使用。后面我会分享我最近玩连连的一些技能的使用技巧给大家，那我们直接开始吧。首先，连连的游走祝福的选择就有2种，一种是眷顾祝福，另一种就是痛击祝福。选择眷顾就是加强续航能力，选择痛击就可以加强输出。而我是选择痛击祝福。接下来我给大家看看前期升1技能的好处。连连生成的水域可以维持6秒左右，所以我们可以在蓝 buff 刷新前释放1技能。推荐15秒就可以放1技能，等到蓝 buff 出来以后再使用1技能，这样就可以快速使用强化普攻打输出。强化普攻打出水域，然后借1技能开水域，就可以持续的打强化普攻。然后连连是可以无目标原地释放强化普攻打出水域，我们可以利用这一点提前准备强化普攻再去开船。所以连连的1技能除了可以范围缓速敌人之外，还可以用来刷强化普攻。所以我玩的是 CD 流，所以第1件装备我选择神奇足具，而第2件装备我选择雷霆腰带来配合连连打强化普攻，还可以顺便的叠被动。连连我个人不选择眷顾祝福有3个原因：第1点需要刷强化普攻，第2点需要有敌方单位打出第2段强化普攻，第3点需要队友在我身边。连连没有办法像米罗陶那类治疗辅助更有效率的使用眷顾祝福，所以我才会选择痛击祝福，2技能和大招都能触发痛击印记。
从而可以早点打出伤害，帮助队友拿下人头。我们可以搭配尤多拉这种单体输出高的英雄打配合。尤多拉施法距离近，我们就可以把敌人抱到他前面。苏醒了，猎杀时刻。Rider Kick。只能说这个技能真的帅，超喜欢。Oh my god！ 哇！刚才一技能就大概也讲完了，现在来分享一下它被动的强化普攻的强悍之处。我们先来看第一段强化普攻的追击能力有多么的优秀。相信大家也看到，就算敌人使用了瞬移，也没人逃过连连的追杀。接下来再给大家看看第二段强化普攻的续航强度。第二段的连打非常好，打什么都可以触发回血，包括防御塔。身为辅助来说，退塔的速度也真的快。第三段强化普攻就是为了方便连刷强化普攻而存在。那接下来分享二技能的使用技巧。首先身边没有障碍物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直接先移再借二技能。当我们位移碰到水域边缘，就可以直接起飞，再飞踢就可以做到一个远距离的位移。我们可以大招爆帅敌人，然后再借二技能爆帅，直接把敌人控死。然后我直接把做人技巧和大招一起分享。首先，第一种是瞬移借大把人拉回来，再二爆帅借一打强化普攻的连招。第二种使用防御塔起飞踢下去，借大把人拉回来，借一打强化普攻的连招。第三种起飞踢下去，借瞬移实现超远距离做人，击飞后同样把人拉回来，借一加强化普攻。然后我现在分享一种大招的使用方法。当我们没有二技能被包围的时候，可以使用大招来一个敌人位移逃离现场。所以我觉得连的玩法有很多地方跟咒是差不多的。现在可以去配合打野开龙龟。4级后的连在抢龙龟或主宰这方面是非常强的，因为连的大招可以非常有效的控制敌方打野英雄过来使用猎杀，再加上刷龙龟或主宰的时候，连可以高效率的给队友提供回血的效果。Y 不用紧，大招把他拉回来击杀。连这英雄多控制，有续航，还有强悍的单抓能力，对于脆皮刺客有非常好的针对效果。比如 Fanny、Link 还有不杀这一类英雄。我觉得游走连强势的点有2个。首先，连可以充当先手开船把人抓回来。另一种就是可以保护后排不被敌方刺客秒杀，可攻可守，非常容易根据情况选择打法。没有状态帮打野打蓝，顺便刷强化普攻回血。看打野打完蓝之后，就可以去上路等待时机。可以配合法师跟射手打一波节奏。现在我方有4个人在上路这个位置，所以选择在这里带节奏。这里我们可以先暴露视野，吸引人进来给法师打一套。小地图看见哈里斯，直接2借大把控死，然后配合队友把射手给拿下。像我现在玩 CD 流灰技的塔度会比坦克灰技少500点的生命值，而满 CD 带来的好处就是24秒就有一次的大招，还可以无限刷强化普攻以及6.6秒一次的2技能。我主要刷强化普攻回血来弥补坦度不足的问题。现在法师和射手打算去抓巴当，这时候玩游走的我们要做的就是跟团。这里我们利用后墙起飞踢下去，借一打出强化普攻。打完这波节奏就可以顺路的帮打野刷这个龙龟。第3件出装需要减治疗的时候，我们就出统御圣盾。如果不需要的话，我们就可以出神域来加 CD 和回血量。发现哈里斯，直接目标锁定。提手22把他控住，配合队友把他斩杀。暂时老游玩到游走连3分是真的好啊！关于其他可能性，也许还需要我们去研究、去体验。毕竟这英雄还新，也鼓励大家去挖掘一下其他的可能性。
这个草丛感觉也蹲不到人，我们可以选择转线。毕竟一直耗时间在那边蹲着也不是一个好办法。连连被动强化普攻是不受攻速影响的，所以导致连连出攻速装饰收益不高的。看见刚下池的波蒂，赶紧上前把他控住。这里我就判断他无法逃脱，所以我也不用剩余一根大了。这里起飞发现哈里斯，直接踢下去开大，把他爆给右朵拉。然后这里帮忙射手打金币野怪，然后第4件出装选择蛮力胸甲增加冷却，而第5件出装大家可以根据情况选择合适的肉装。最后一个出装老尤依旧是推荐保命装啊，尤其是不朽。而连连比较核心的装备，我觉得是雷霆腰带和神域。依旧是帮打野拉龙龟。先起飞，看准时机踢下去，介意斩杀射手，然后是一介大把魔力送给右朵拉。懒惰回城的话，就可以刷小野回血。这里打野控住了波蒂，然后我借221把他挡杀，然后连连也是可以完美克制哈里斯，一个大招把他拉住他大招的范围。连连起飞后续的飞踢会被控制技能打断的。バカな人間たち。波を砕くことも、みんなを癒すこともできる。现在可以帮忙打野开主宰。遇到强胜组合，我们需要把他的车挡住，以免他秒掉后排。一个爆甩干掉把当，然后瞬移界大把射手抱回来击杀。
Well done, team. 希望这期视频可以让大家更加了解连连这个新英雄，同时也希望我的玩法与绘迹可以帮助到大家。喜欢老 U 的话，可以点赞、订阅和留言。我们下期再见， Victory! 拜拜。